联合国的决议是要求以色列12个月之内必须要全部撤出。我不认为12个月之后以色列会真的执行。以色列这一种违逆全世界的行为，我不觉得能够撑很久。美国过去在中东，它其实是拥有绝对影响力。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再想要做成这件事情，因为这一些中东国家都发现，美国就控制不了以色列了。以色列的倒台不是单纯的是美国霸权的第一面骨牌倒塌，但它绝对是最重要的那一面，就是在全世界每一个他认为重要核心利益当中的慢慢消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加沙战争1周年，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状况就是哈马斯继续在跟以军血战。那以色列呢，最近跟真主党已经全面开干了，把人家纳斯鲁拉真主党总书记都炸死。那另外呢，还远程去轰炸了也门的胡塞政权。那伊朗则是发射了弹道导弹轰炸以色列。其实光使用什么名词这件事本身就很内涵。我用加沙战争，但大家别忘了，现在台湾很多媒体用的叫以哈战争，因为这是美国用的。对，但我觉得以哈战争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巴勒斯坦已经跑到北京搞了一个北京联合宣言，10几派就站在那边看，14个派别，每个派别那太多了，他们有什么人？他们从共产党，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从最左到最右，什么派别都有。这还是哈马斯个人战争不是嘛？那你可以看到，经常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还有联合打击，还可以互相横向传递，甚至连影片啊，他们还可以做大荧幕布局啊，无人机空地怎么对打，这些消息在我们的主流媒体完全看不到，但你天天可以看到新的，哈马斯也天天发布新的东西。那我们也看到圣城旅啊，各个方面各种反抗派系，他们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我们先从名词讨论起，因为我觉得1周年我们这个给它定性一下，你怎么看？我一直认为这个是以巴冲突，这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因为哈马斯其实当初啊，他们是有投票的，对。然后呢，哈马斯在加萨走廊，其实他就是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对。所以它不是代表只是哈马斯而已，它代表的就是巴勒斯坦人。那今天呢，以色列在加萨走廊所做的事情，它当然不是只有针对哈马斯，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针对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我记得在以巴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啊，那时候马斯克是认为以色列这样子进入加萨走廊，然后这样子的一些这种杀戮是不好的。他说到最后你没办法消除哈马斯，那么其结果是你让新的一代的人通通成为哈马斯。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多么违反以色列的利益啊。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以色列的鹰派啊，当然他们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们必须先清楚的知道，就以色列跟犹太人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现在军方的这种做法或纳坦雅胡的做法。当然我认为目前在以色列的主流是鹰派，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鹰派会觉得好啊，你告诉我说未来会有更多的哈马斯，那我干脆消灭殆尽。我其实曾经看过心理学的相关的研究，就是说你知道在战争当中我们人要杀死对方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对，因为呢，在我们来说，我们人性当中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本身有障碍在，所以你必须先设定对方十恶不赦，你才杀得下手。所以所有的军事教育一定是先把敌人妖魔化。那你想想看，以色列现在在加萨走廊，我想很多的这个视频都可以看出来，他们那个杀人不眨眼其实是不限于壮年人，你就知道说他们的教育当中已经把对方妖魔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面为什么对以色列的愤怒跟反感会拉高到这样的程度。好，所以第一个部分当然我觉得也是了以巴或者以哈，我觉得用以巴比较合理，对，因为它终究是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因为你后来发现加萨走廊跟约旦河西岸都是联合国认定是巴勒斯坦人的领土，那它不是只有在加萨走廊执行它的战争任务，它就连在约旦河西岸，它其实都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攻击啦，或者抓人啦，破坏啊，各种行动。那北边是黎巴嫩，然后南边是也门，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情况。不过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如何一步一步从全世界尊敬然后敬佩的一个国家，然后变成现在的屠夫国家，你只要看联合国的决议就好了。联合国呢，其实从以巴战争发生到现在，前面至少针对以巴的部分已经有3次的决议。对，里面不管是美国是站在反对的，或者是弃权的一方，它都是压倒性的就对以色列来说是相对不利的哈。当然，联合国大会它不具有出兵的决议权，没错，决议权还在安理会手上。那安理会一直要美国一票否决，它就是过不了关。但是呢，它有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一个风
风向球。那最新的一次决议是上个月，那么针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那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认定的就是1967年的时候联合国当时决议所划定的那个界限，包括约旦河西岸，还有包括加沙走廊，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国际法院认定这是违法占领，所以你现在如果听到比如说有媒体报道说什么定居点啊、屯垦点啊，那都是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对，这才是符合国际法，那都是以色列的非法占领。那联合国的决议是要求12个月之内你必须要全部撤出，那我不认为12个月之后以色列会真的执行，可是以色列这一种违逆全世界的行为，我不觉得能够撑很久。这就要牵涉到说上个礼拜4英国宣布放弃查克斯群岛这件事情，其实联合国也是做出决议的。对，那个时候还只有112票，那么认为英国应该要交还查克斯群岛，那英国当然断然拒绝。那这件事情拖了很久，拖了10年，英国不得不交出查克斯群岛的主权。当然，他还是保留了迪戈加西亚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基地。可是我认为，就算美国造它，能够造多久？这第一个部分。可是第二个部分啊，美国过去在中东它其实是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对。它的绝对影响力呢，其实高潮点就是它促成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以色列的建交。在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完成之前就促成了建交，然后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建交正常化其实也已经在谈了，没错。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再想要做成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因为所有的这一些中东国家都发现美国就控制不了以色列了。当你美国控制不了以色列，其他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跟你达成任何的协议呢？所以今天恰恰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无能为力的开端。所以其实这件事所呈现的内涵是美国的霸权的一个崩解。其实以色列我认为啦，以色列这样的行径展现了一件事，就是美国的霸权没有如此牢不可破。反过头来，美国的霸权也不是为美国人所服务，所以它是双向影响的。它既动摇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威信，也动摇了美国人对它的支持。没错，因为大家不要忘，美国有强烈的孤立主义的传统。那这样的一个传统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化当中好处捞得盆满钵满。那现在很现实的看到，它包括在升息的部分，所谓美元潮汐收割全球的部分也失败啦。现在被迫先降息了嘛，你搞得中国很难受，那你自己也很难受啊，你还比他难受。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是以色列的倒台，不是单纯的是美国霸权的第一面骨牌倒塌，但它绝对是最重要的那一面。但我也许不会用什么崩溃啦、倒塌啦，那感觉上面好像是一瞬间的，我觉得不是，是在全世界每一个他认为重要核心利益当中的慢慢消退。